大家好，我是戴着镜拿着话筒的阿拉斯加偏偏。前2天看了场电影首映，收获了几个月以来最好的观影体验。没错，就是最近大家都在讨论的《哪吒之魔童降世》。虽然没预告片里说的那么夸张，什么大笑63次、落泪18次什么的不至于，但它笑点确实还算密集，泪点也恰到好处，特效和剧情两开花，完全称得上是迄今为止的国漫巅峰之作。所以我也想不剧透的做一波推荐。说实话，包括我在内的不少人进电影院之前心里肯定都打鼓，黑眼圈、哥特妆、一口烂牙的哪吒能好看吗？现在的00后我不知道，反正在80、90后心里，哪吒向来是有着标准形象的。79年上海美术追本场的哪吒闹海，那个眉清目秀的哪吒早已深入人心。最近在乐队的夏天登场的痛仰乐队，他们的标志就是电影里哪吒自刎的画面，完全看得出哪吒对一代人的影响力。当然有不少人熟悉的是那个是他就是他的少年英雄小哪吒。这部动画里的哪吒特别贴近普通小孩，正直善良他也有，调皮捣蛋他也不缺，和小猪熊的友谊更让人羡慕的不要不要的，也是很多人的童年回忆。但我没有想到的是，即便是在这2座大山面前，魔童哪吒还是能大放光彩。因为哪吒的丑不仅仅是外形上的噱头，而是一次十分用心的再创作。看过电影之后，不难发现哪吒的丑和他的来历和性格都有着很深的联系，又和他摘下乾坤圈后3分邪气7分帅气的模样形成强烈的对比。前面的哪吒有多丑多弱多不得意，后面觉醒后他就有多帅多强多意气风发。这样的哪吒你想不记住都难。其实不仅哪吒，这部电影对很多角色都进行了重塑，这是他的第一大亮点。以往一些国漫甚至不少国产电影在塑造人物时都会陷入非黑即白的怪圈，导致人物的脸谱化，最终削弱了人物的内心冲突和剧情冲突。但在魔童降世里，包括反派申公豹在内的所有主要人物都有自己的行事逻辑。反派之所以成为反派，不是因为编剧和导演让他成为反派，而是他确实和主角有着利益上的冲突。主角也不是十全十美的好人，哪吒就不用说了，十足的熊孩子，毕竟殷夫人当然是斩妖除魔的大英雄，又何尝不是溺爱孩子的父母呢？所以电影里没有绝对的好人，也没有绝对的坏人，每个人都只是想有尊严的好好活着。从这个角度对人物进行塑造，所有人都显得有血有肉，这一点放眼国漫是特别稀缺的，算得上是非常大的进步。前面我提到说这部电影的观影体验让我非常震撼，这当然离不开特别牛叉的特效，由于没有相应的剪辑素材，所以这部分我就不多说了，大家可以去电影院欣赏一下，绝对算得上是目前国漫的巅峰水准。除了特效，观影体验的愉悦跟影片的节奏也有很大关系，这就是我要说的第3大亮点。影片的节奏前宽后紧，一步步推到最后的高潮，尤其是最后的高潮极其富有层次。先是哪吒的入魔暴走，再到敖丙和哪吒大战，最后2人携手共抗天劫，高潮一浪高过一浪。即便电影结束了，我的心绪还久久不能平息。另外让我感触比较深的就是笑点和泪点都比较自然，不可否认的是，的确有少数的几个笑点有些尬以及少儿不宜，但大多数都是老少咸宜的，在场的大人和小孩都能被逗笑，尤其是太乙真人那口川普，让我连连笑出声来。而影片最后哪吒决定脱离父母的庇护，用自己弱小而单薄的身躯扛下可怕的天劫，那个催泪程度完全不输之前的剔骨还父割肉还母。我就看见有位妈妈明明是带着小孩来看电影的，最后自己却哭得稀里哗啦，这也看得出来哪吒之魔童降世不是简单的儿童向动画。最后我还想吹一波的就是电影对主题的把握，比起一些想讲很多但却什么也没讲明白的电影来说，魔童降世的主题就特别简单，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算。再说简单点就4个字，打破成见。但电影却用复杂曲折的剧情说明了这个道理。天生恶种的哪吒在家人施展的爱的教育下当了救世主，天生善种的敖丙在背负了仇恨和愤怒后差点酿成了大错。最后带出一个人的好与坏不是取决于别人的观念，而是出于个人的选择。其实这里我感觉哪吒学到了一点皮克斯的精髓，皮克斯擅长的就是用复杂的故事讲一个特别简单的道理。比如玩具总动员要讲的就是成长必然伴随着失去，头脑特工队说的是喜怒哀乐都会促进成长，哪吒也是这样，告诉大家要做自己，不要活在别人的偏见里。而作为普通人，尽管我们无往而不在成见之中，但当我们看到恶种可以拯救世界的时候，当我们听到哪吒喊出我命由我不由天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会觉得哪吒可以做自己，而我们也可以。最后形成升起的就是山呼海啸般的感动与共鸣。我觉得这也是哪吒最让我惊喜的地方，这也代表着国产动画的叙事策略对情感的调动已经渐渐靠近国际领先水准。综合以上各点，我觉得哪吒不需要任何情怀加成，也不需要对国漫的同情分，都是妥妥的过8.5分的神作。自来水之后我还想泼点冷水，现在的人动不动就是国漫崛起，大家都是文化人，能不能说点新鲜的？大圣归来上映到现在有几年了，真正叫好又叫座的国漫佳片一只手都能数过来。我觉得对于整个国产动漫行业依然还有非常大的进步空间，咱们没必要一口气吹上天，那样特别容易招黑粉。在首映现场我见到了导演饺子，有观众问起饺子的微博，但饺子不愿意透露，他声称只想好好搞创作，不想当网红。我觉得中国动画人要是都有这样的想法，低调做人高调做事，用作品说话，那国漫崛起才是真的指日可待。而作为观众，我们能做的就是营造一个相对客观和理性的环境，凡事起于讨论始于争鸣，既别无脑夸也别无脑黑，那样对我们的动画乃至整个电影事业都是天大的好事。今天咱们就说到这里吧，拜了个拜。黑暗之中睁开了眼，混沌之中彻夜难眠，自由对我来说太遥远，也许是人骂我太危险，破碎的心到底谁能够捡，幼稚的心灵想期待明天。